只是去上了趟厕所，便被全校师生直呼女流氓，质疑我是天生男生女相，长得极美，太像女生，以至于被人随手拍的一张照片都能在校花评选大赛上获得冠军，就连回到寝室就寝也会被宿管阿姨拦着。喂，那个女同学，你咋往男宿舍跑呢？我男的。骗谁呢？长得这么漂亮，声音这么好听，不就是想混进去陪男朋友？算了，阿姨你看学生证吧。夏虫很无奈，因为长得太像女生，已经是第2次被宿管拦下了。3天前，他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，变成了刚入学的大一新生，长得像女生，声音也像女生，而且身体原主的性格极度自卑。中学便是同学眼中的异类，被排挤孤立了3年。起初，他只是不爱说话，不喜欢与人交往。后来，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过分，让他患了重度抑郁。本以为上了大学能有所好转，可是就在报道的第1天，宿管阿姨指着男生宿舍、女生止步的牌子拦住他。夏虫百般解释，好不容易证明了自己的性别，却又被宿管阿姨的冷嘲热讽搞到破防。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能教出你这种孩子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。我儿子要像你这样，我得把他的腿打断。现在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？夏虫直接精神崩溃，他只是天生的男生女相，又不是刻意整成这样，到底错在哪啊？想不通，钻了牛角尖。轻生后被现在的夏虫取代，现在他是穿越的第3天，拦住他的是另一位宿管阿姨。你真是男的呀？阿姨，你要是连学生证都信不过，要不我把裤子脱下来给你瞅瞅？滚滚滚！宿舍在4楼404号房，刚到门口就听见舍友们在里面说笑。陈岩，你说夏虫不会是女扮男装混进来的吧？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生，而且别说男生，女生都找不出几个比他好看的。薛洋，你离我远点，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弯的。呸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们第一眼看到夏虫的时候，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心动？没有啊，你个基佬死远点。嘘，他回来了。看到夏虫走进来，他们的对话戛然而止。陈岩、薛洋、周周3个室友，人品还行，就是略骚。他刚穿越来时候，就是陈岩踹开厕所门，把夏虫从昏迷状态惊醒的。当时陈岩只看到夏虫手里握着刀，联想到他把自己关在厕所里。我靠，夏虫，你不是真想变成女生吧？没有啊。那你拿刀躲厕所里半天不出来？我割痔疮啊。于是刚穿越过来的夏虫就凭借这手水果刀割痔疮，被3位室友封为404第一狠人。烈日炎炎，夏虫一言不发，开始收拾床铺。夏虫，卷铺盖干嘛？经文404有基佬出没，收拾收拾提桶跑路。当然不是真的提桶跑路，夏虫只是为了拆掉那层全封闭不透光的布帘。天气燥热，宿舍没有空调，全靠天花板那台破风扇降温。我早就叫你拆掉了，你那破帘子一挂，里面就跟蒸笼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学校真是有够抠，连空调都不舍得装。这么热的天没有空调会死人的。夏虫则是戴上耳机躺下听歌，寻求心静自然凉。前世他是街头歌手，在各大商场和天桥直播，是个有几万粉丝的小网红。穿越过来后，他发现这边的华语音乐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，一段普普通通的旋律放在这里却被封为神曲。耳机里连着播放的好几首音乐都是同样的伴奏，区别只在于歌手、填词以及乐器的不同。兄弟们，好消息！学校要办校园10大歌手暨迎新晚会，优胜者奖励空调1台。确实是个好消息。天花板那台苟延残喘的破风扇，像是听到了这个消息，直接高兴坏了，泛起了浓浓的一缕青烟。陈岩凑到夏虫床头，夏虫，你听到了吗？空调啊，前世没有空调啊。夏虫当然听到了，专业对口，而且寝室的那台破风扇3天修2次，寿终正寝了。但是我们当中有人会唱歌吗？我不会，薛洋会吗？我也不会。对了，虫虫的声音那么好听，他唱歌肯定差不到哪里去。杨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别虫的，恶心。好，你嫌虫虫不好听是吧？那我以后可就喊你痔疮哥了。更恶心了。虫虫，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用水果刀割痔疮的是吧？真的贱。唱歌我会一点的。会一点，只会一点可不行，必须确保把空调拿下。薛洋想了想，嘴角上出现腹贱兮兮的表情。不如让虫虫穿女装当反串歌手，唱功不够，颜值来凑，就凭虫虫这身段，这脸大，穿裙子往舞台那儿一站，我跟你们讲，他都不用开嗓的，光这颜值就能让评委打满分，你俩信不信？对，杨哥还是你点子多。靠谱个屁！以我的实力，根本不需要。不行，事关空调大业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你听我的，穿女装吧，就这一回。不可能，你想都不要想。
行吧，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，都是一个寝室的兄弟，痔疮哥不愿意，我们还能强迫得了你？我总不能到处宣扬你在厕所里用水果刀割。闭嘴！夏虫气得头突突红温，怎么就摊上几个这么贱的室友？要么穿女装参加10大歌手，要么水果刀割痔疮传遍全校，横竖都得社死。行了行了，女装不女装另说，你先看看怎么报名。夏虫打算先拖着，反正只要能把空调赢回来就好。以这个世界的音乐水平，他随便翻唱一首前世的歌，都能轻松夺冠，并且遥遥领先。明天班内选举，后天全校海选，周六晚上正赛，时间有点紧迫。夏虫打算去买把吉他，刚准备推门而出，虫虫，你准备去哪？我想去买把吉他，我陪你去吧。开学至今还没出过校门呢。陈岩和周周听到这个消息，光速的套上衣服，小跑过来。我们也去。仨人长得牛高马大，往夏虫身后那么一站，把他衬托得更加娇小玲珑，俨然一副护花使者的架势。不走不知道，咱学校还是蛮大的。对呀，走了10分钟才到校门。话说，咱们要往哪个方向走？显然，陈岩、薛洋、周周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夏虫倒是土生土长的湖泉市本地人，凭着这一世融合的记忆，他带他们穿过地下通道，来到校门正对面的公交站。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，车厢外部张贴着巨幅海报，海报里的代言人正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女演员。你们发现没？这个大美女的名字有点意思。苏雨冰哪里有意思了？单独看是没什么，但和虫虫放在一起，夏虫不可语冰，是不是蛮有 CP 感？